欢迎收看截拳武馆的影片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小臂训练法。以练武术的角度来讲，我们小臂的强度是非常重要的。小臂会同时影响到我们的握力、腕力以及手部的固定力、爆发力等等。而我们正常在打击技上的运用来讲，小臂的强度绝对不可忽视。所以在截拳武馆，我们会特别用4种方法来强化我们小臂的强度。第一种训练小臂的方法叫做转砖头。这个呢是我们自己制作的一个特殊设备，原则上它的构造很简单，将砖头全部封起来，然后利用绳子将它固定，系到一根适合你手掌大小的棍子上面，就可以使用。再以转砖头的角度来讲，它最重要训练的就是我们的小臂的耐力以及握力、持续力等等的部分，在我们的训练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那这一个呢，我们平常道馆在做训练的砖头呢，主要是3块砖。我们有2块砖以及1块砖的部分来给小朋友跟女性来进行使用。那我们考试主要都是用3块砖来进行考试。它使用的方式很简单，但是还是必须要去注意一些细节。首先第一步就是将砖头放到地上，然后将绳子拉起。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务必将你的2脚并好，然后肩膀自然轻松下垂，挺胸翘屁股，然后将棍子拉到呢与你肩膀差不多一样的高度。接下来呢，棍子我们向前进行转动，然后呢，棍子我们要握到左右2侧最宽的位置，然后并且要去注意你的手肘要打直，你不要这样子缩着做，会伤到手腕，而且效果不好。手打直，肩膀不要耸肩下沉。然后呢，向前转，将它转上来，然后再弯腰放下去，重新拉起这个绳子，那你就可以进行第2轮。一般来讲呢，以初学者很多可能连1趟都转不完。原则上，你至少要训练到你自己能够一次转完4到6趟左右，这才是所谓的一个还可以接受的值。如果你能够转到10趟以上，那就代表你小臂的耐力以及握力已经到达了一个水平以上。接下来第2个就是我们的转锤。转锤这个是完全去强化我们手腕以及握力一个很重要的环节。那我们来看它怎么做。首先呢，你先蹲在地上，将你的手臂平放于你的腿上面。那不要只有手肘去接触到，然后也不要是悬空的，让你的小臂平均可以贴在你的手上面。接下来呢，你挑选适合自己腕力承担的一个位置。一开始我建议大家不要将它做得太重，它的重量就是你握得越后面，你手腕的负担会越大。原则上呢，尽量就是做到来回算一下，做10个轮回。那你可以去调整你可以握的位置，来决定自己手臂承受的强度。那这个转锤呢，本身它前面的这个头也是有分重量的。那大家可以去挑选自己的一个训练的重量，那循序渐进的去增加。那在转的时候，大家务必要注意，手臂一定要完全贴在你的脚上，然后呢，手腕的部分去进行旋转，速度不要太快，然后转到水平的位置，再转到相对另外一边的水平，这个就是最好的。那尽量不要用这种甩动抛的方式去拉，这有可能会伤到你的手腕。那这个动作呢，绝对是要进行量力而为的训练。再来第3种就是握力器。握力器一般我会推荐可以去购买这种可调的。那如果不可调的话，你可能就要买好几种不同的强度。那原则上呢，这个大概是10公斤到40公斤左右的参考数据。原则上，握力器它在练习有几个重点跟大家分享。大家一般都会认为说，那我只要抓就好。其实握力器也是有些抓法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从你握它的姿势，你可以从很单纯的放在你胸口前面去进行抓握，你也可以放在你的腹部进行抓握，你也可以把你的手伸直进行抓握。光是抓握的位置不同，都会对你使力的方法产生些微的不同，进而的去锻炼到不同的肌肉组织。那除了高低之外，还有什么差别呢？就是我们一般的正握以外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加入反握的方式以及内握的方式去进行调整。再来就是你的手臂往前伸直，拉到你的侧面，像这样子都会去影响到你在这个姿势产生的不同感。再来，除了正握之外，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反握，也就是将握力器反过来抓，这个对你的手感也是完全不同的。再来就是你用正握的方式将它给反过来进行逆抓，然后跟逆
反抓这不同的握法。再来，你也可以试着只用几根手指头去抓压，这个都可以去调整不同的训练方式。握力强的人通常会比较长寿。这个运动科学是怎么来的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一般我们很少去注重握力的训练，只有在一些我们的中国武术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武术种别，或者是像柔道这些需要抓摔跤需要抓的，他们会特别的去注重握力的一个强度。那以平均我们现代人来讲，如果你的握力在指数以上，就代表你的训练量会高过于一般人，而且你会特别的去注重细节，这也就是这个运动传言的由来。在做完前面3个动作之后，我们要进入第4个动作。第4个动作不需要任何设备，它只需要用你的手即可，这就是揉指的动作。在正常的情况下，你经历了前面3个设备的训练，你的小臂现在应该要有基本的肿胀感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利用揉指把你的肿胀感推到极致，就可以让你的手臂变得更加结实以及强壮。而揉指呢，有很多种做法，在这边我跟大家分享一种。一个就是直接这样子去围绕你的手指，关键是你的手要彻底的张开，并且经由小拇指一根一根的往内，然后往自己身体的内侧去旋转，揉进来之后握拳压手腕向外推，你的小臂这个位置自然就会有个固定力，所以做了之后往外推，这样的方式。原则上，你在没有设备的状态之下，如果你的动作做得标准，你做10下、20下就已经会很有感了。那在做完了这4个动作之后，大家务必要做一件事情，就叫破力的动作。破力是要将你的力量拉到极限，让它彻底的僵硬。接下来再让你的小臂里面的血液进行一个强迫式的循环，这就是破力动作一个重要的点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做破力的动作？因为如果你把自己的手跟肌肉练到那么僵硬，你都不去做放松的动作的话，你的肌肉接下来会越来越硬，而让你失去弹性。失去弹性的肌肉就会降低你的速度跟爆发，这是我们在练格斗技的人是务必要避免的一种状况。那破力怎么做呢？原则上你的2脚就与肩同宽，将你的手掌去对准你的这个头顶的部分，接下来从这个位置呢握紧你的拳头，将小臂略微往内压，然后顺着你的眼前一路这样拉下来到小腹，然后用力然后放松，接下来完全放松的去甩动你的手指。在这样的动作重复3次，它就可以让你感觉到你的小臂的紧绷感会比刚刚要好，而这样子就可以让你去避免肌肉僵硬的一个问题。以上4个小臂训练法是我们截拳道每一次在上课的时候都一定会做的训练，并且涵盖在考试项目当中。而这一些训练法可以大幅度的去改善你手臂基本的固定力、稳定度以及你手腕的一个控制。所以在每一个礼拜有空的话，建议大家做至少3次这样子的训练，只要2周，你就可以很明显的去感觉到你的小臂的状态跟以往不同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截拳武馆，改变生活的截拳道，世界最完整的截拳道影音平台，超过100支免费教学影片，不管是截拳道基础课程、训练方式、搏击加强，都可以一站满足。记得按下喜欢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让您随时可以接收我们的资讯。YouTube、Facebook 搜寻截拳武馆。